头见老人家手里拎着个木桶，他便问：“您这是要去哪儿？”“这个时节鱼肉鲜美，我就去河边钓了些鱼回来，打算做给你们尝尝。”一边说着，便打开了木桶上的盖子，给他看那鱼。魏无羡看了一眼，便觉得一股腥味直冲上来，脸色顿时难看起来，忍了一下没忍住，就捂着嘴呕了2声，好不容易胃里平复下来，回头就见老人家脸色复杂地看着他。魏无羡有些不好意思，刚要道歉，就听人问到老夫冒昧地问一句：“公子是否已经婚配？”魏无羡闻言，心想这年头跟老人家聊天可真不太好聊，节奏快的他完全跟不上，有些疑惑怎么突然就从水里的鱼扯到了这个，却还是点了点头。见老人家又打量了他2眼，似是在思考什么。魏无羡刚要问，就见对面的老人一脸喜色的抬头看着他道：“公子随老夫去个地方吧。”说完也不等魏无羡回答，便拽着他走了。魏无羡不由得开始感叹，他真的是跟不上现在这些老人的思想潮流，于是一边走一边开始考虑回去以后是不是要多找蓝老先生交流交流。老大爷带着魏无羡去了离客栈不远的一座宅子里，直接进门到了一位老妇人跟前，让他给魏无羡把脉。魏无羡整个人都处在莫名其妙被拉来看病的震惊中，回过神来，老妇人已经放开了他的手。既然看都看了，魏无羡想那就听听老人家要说什么吧，于是张口问道：“婆婆，我怎么了？”老妇人并没有直接回答他的问题，而是又接着问道：“公子有多久没有经历过雨漏期了？”魏无羡愣了一下，心想怎么又扯到雨漏期了，不过正好他自己也有些奇怪，便答：“差不多有2个月吧。”那妇人闻言立刻笑着向客栈老板点点头。魏无羡又奇怪了，心想这是什么意思？见2位老人俱是一脸喜色地看着他，心里便更觉得怪了，看病也能看得这么高兴，难道病也还有什么他不知道的好病不成？于是魏无羡带着他可能得了什么鲜为人知的好病的想法，又问了一遍：“婆婆，我这是怎么了？公子也实在是粗心了些，有孕2个多月了，自己还不知道。”被魏无羡称作婆婆的老妇人一边说着，脸上一边出现了些不满的神色。镇里来了一群很是俊俏的仙门公子，前2日帮他们解决了镇里的邪祟，这事儿是大家都知晓的。魏无羡他是见过也记得的，毕竟这种地方很难遇到相貌如此俊俏的郎君了，而且大部分时候他带着那些小公子上山下山，他也都看见了。老婆婆想到此处，用带了些嗔怪的语气说道：“前3个月是最需要小心的时候，公子最近可是有些过分劳累了，那些鬼邪又都是凶险之物，公子就算有仙术傍身，可也不能再去了。”魏无羡从听到有孕2个字开始就已经懵了，一直没反应过来，以至于老婆婆刚刚说的话都听得断断续续，再次开口时连声音都是颤抖的，脸上却忍不住露出了喜色。“婆婆，您说的是真的吗？”“是真的，一定不会错，毕竟是大喜事。”看魏无羡笑起来，婆婆也不由得跟着笑容满面。魏无羡花了好半天才慢慢了消化了这个喜讯，又有些奇怪，客栈老板怎么仅靠他那一下的反应就判断出他有孕了，不由得问了出来。老人家笑道：“早晨公子和那些小公子说话的时候，老夫就在不远处，不小心都听见了，当时不是都被公子自己解释过去了吗？后来看公子闻不得荤腥，正巧最近家中小儿害喜也差不多是这样的症状，这才一下子反应过来。”担心魏无羡又往山上跑，2位老人对他千叮咛万嘱咐了半天，才放他回客栈。走了没多久，就遇到出来帮师弟买东西的蓝思追，只是这场景过分熟悉，魏无羡一看就笑了出来。只见一个小豆丁坐在蓝思追跟前，正涕泪齐下，哭得好不伤心。只是蓝思追不似当年的蓝湛，立马就放下手中的东西哄了他几句，只是效果不太好，那孩子反而哭得越发大声了。蓝思追一时没办法，满脸无措，走也不是留也不是。魏无羡在一边看够了，走到孩子旁边蹲下开始哄人，倒是难得的没有像蓝思追小时候那样将人上一课把人哄笑了，一转眼又把人逗哭。见孩子不哭了，就将他抱在怀里继续逗他开心。看着蓝思追有些无措地站在一边，低笑道：“思追，你这样以后可要怎么带你的小弟弟？”话音刚落，就见孩子的母亲找过来要接孩子回去。魏无羡目送他们离开，
回头就见蓝思追激动的快要说不出话。魏前辈，您是说我要有一个弟弟了？魏无羡笑着点点头，马上又接着说道，还是先不要告诉你的小伙伴们了，不然一会儿回去吵得我头疼，过几日回了云深不知处，再告诉他们。思追会保密的。蓝思追立马点头保证。魏无羡轻笑着抬手轻轻拍了拍他的头，又道，也不许偷偷告诉你们韩光君。为什么呀？蓝思追不解。因为我怕会吓到他，都等回去了再说吧。